玩家在永歌森林那片阴间氛围拉满的风行村溜达时，遇上了一位叫塔兰德拉·陈琳的女士。那一刻，一桩充满了阴间滤镜、家庭作坊式违禁品勾兑以及阻止邪恶仪式的史诗级任务线就此拉开帷幕。这位女士的神情像极了在超市门口拉住你就开始疯狂诉苦的远房亲戚，一开口就是一个冒险者，我药剂店关门了，但正好有几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需要你。听到这4个字，玩家内心的冒险者雷达瞬间警铃大作，在艾泽拉斯 NPC 嘴里的微不足道翻译过来基本等同于你接下来3小时别想干别的。他说他的一位同事阿曼琴雅病倒了，急需完好的木生花做药膏。听到这里，玩家就感觉不对，什么正经药膏要用长在别人坟头上的花啊？而且塔兰德拉给出的借口更扯，说什么外面的野兽格外暴躁，自己不敢去。一个敢在闹鬼村子里定居，天天和怨灵当邻居的狠角色，居然说自己怕几只野兽，这逻辑就像吸血鬼说自己怕蚊子一样离谱。当玩家想多问2句时，这位大姐还当场恶人先告状地催促起来，别在这谈论天气了，我同事还在受苦呢。这就像老板端着咖啡刷手机，却催你赶紧加班一样，让人窒息。于是玩家化身移动除草机，在阴森森的墓地里扒拉花朵，本以为把这坟头草薅齐了就能领赏，结果塔兰德拉·陈琳接过花后，眼睛都不眨地就掏出了一份隐藏的第2期购物清单，还理直气壮地补刀，我之前没提还有清单。哎呀，事已至此，总不能半途而废吧？这不就是职场上最经典的温水煮青蛙战术吗？先用点小活让你建立信任，等你上了贼船，再一点点给你加码。而这第2期购物清单直接把任务画风从草本医学送进了生化危机剧组，他要求玩家去风行村外，从那些巨型蝙蝠身上收集强效埃年氟毒液。玩家看着手里那6个用来装毒液的空瓶，开始深刻怀疑这位女士到底是不是正经做生意的。这长在坟头上的花，如果再配上大蝙蝠的毒液，擦在皮肤上，真的能治病吗？看见玩家充满怀疑，塔兰德拉当场开启了拉踩模式。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不过是些蝙蝠罢了。东边有疯狂的发光植物，头顶还有虚空风暴在肆虐，就别跟我抱怨毛茸茸的大蝙蝠有多危险了。这逻辑听起来无懈可击，细想全是歪理，因为外面有炮弹在炸，所以你不应该害怕手里的手榴弹，这简直就像老妈的经典碎碎念。隔壁小明都考第1了，你还跟我抱怨作业多。更搞笑的是，这位大姐还给出了一个紧跟时事的宏观借口，因为这场该死的虚空动乱导致她在扬帆港的高端药剂供应链完全熔断了。大环境不好，大家克服一下，只能用本土大蝙蝠的口水搞个平替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玩家只能无奈叹气，在风行村外疯狂痛扁那些毛茸茸的大家伙，硬生生把攻击性拉满的埃年氟榨成了6瓶高浓度毒液。好不容易把毒液交回去，塔兰德拉居然一脸轻松地拍拍玩家的肩膀，瞧，这不就完成了吗？现在只剩下最后几个步骤了，还要几件材料，比较简单，都能在北边的金雾村轻松得到。玩家天真地以为这次终于能买点正经的枸杞、红枣人参了，结果扯开代购清单一看，1瓶水银、1瓶龙血、1瓶魔导师珍藏。好家伙，任务的画风直接从生化危机开始偏向了非法炼金。这3样东西放进同一个背包，怎么看都不像是在配置治病的药，倒像是某个邪教徒准备在永歌森林举办一场黑暗料理大赛。当玩家赶到金雾村时，这里的3个商人 NPC 简直组成了绝佳的剧情剧透组，不停给玩家敲警钟。售卖水银的维汉利驴急得大喊：千万别在密闭空间打开它，那些烟雾能把死人都熏醒。玩家心想，巧了，我那个客户指不定就要这个唤醒死人的效果。售卖龙血合剂的纳拉弹汁则像个危险的纵火犯，贴心提示这玩意儿极度易燃，但顺便补充了一句烧起来的颜色挺好看。玩家听完默默把这瓶危险品挪到了背包的最外层，万一待会儿炸了，方便随手扔出去。最后是卖酒的金牌巨头人利米恩·邦卡斯科。玩家还没开口，这位老哥一闻到玩家身上那股刚从风行村带出来的洗都洗不掉的坟土味，夹杂着蝙蝠腥气，当场就把嫌弃写在了脸上。你身上怎么有股坟土的味道？紧接着，利米恩放出了让玩家破防的灵魂拷问。让我猜猜，该不会是在替风行村那位药剂师采买吧？要是你还在乎自己的小命，最好三思而行。这一句话直接让玩家整个人在风中凌乱。看着背包里由水银、龙血和陈年老酒组成的死亡代购小礼盒，玩家瞬间感觉这些瓶瓶罐罐烫得像刚从熔岩犬肚子里掏出来一样。这种感觉就好像你热心地帮别人搬了几箱快递，结果搬到一半，突然发现箱子上赫然印着幽暗城皇家药剂师协会专用生化毒剂。玩家一拍大腿，当场从降智状态中清醒过来。对啊，在永歌森林这种风景区，塔兰德拉陈林偏偏把药铺开在全是鬼魂怨灵的风行村，这操作无异于在凶宅群里搞高端民宿。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了法外狂徒运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帮凶，玩家果断化身银月城福尔摩斯，连夜潜入塔兰德拉的住所，
展开了突击检查。一进这栋房子，玩家感觉自己直接掉进了恐怖密室逃脱剧组。里面的软装搭配简直让人大开眼界。玩家一转头，看见一处有污渍的工具架，上面挂着的园艺剪刀和精细的手术解剖刀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这魔幻的组合让玩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位女主人平时到底是想修剪灌木呢，还是打算给玩家做个开颅手术？这感觉就像是宜家家居和医学院解剖室开了场联合展览，干净却经常使用的痕迹透露出一种变态的精致。紧接着，玩家在角落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瓮，刚想凑过去闻闻里面是不是藏了什么绝世好药，一股伴随着斯坦索姆和瘟疫之地经典风味的惊天恶臭扑面而来，熏得玩家汗毛倒竖，差点把早饭吐在里面。更离谱的是，这个瓮不仅味道提神，脾气还暴躁，当场不讲武德地召唤出2把飞剑要和玩家肉搏。玩家一边风骚走位，一边怒骂：谁家好，人家里的软装家具不仅臭气熏天，还会主动砍人的啊！在屋里超度了家具之后，玩家翻开了一本深受喜爱的书典，还没看清字呢，屋里刷地蹦出一只奸笑幽魂，扯着嗓子对玩家咆哮：叛徒、入侵者，给我滚出这个地方！玩家一边擦着被震聋的耳朵，一边又是一顿疯狂输出。在把咆哮的幽魂再次送回阴间后，玩家借着微弱的烛光读完了典籍里藏着的最新信件。信是写给阿曼茜雅的，上面赫然写着：阿曼茜雅，你的生日就要到了，不管怎样，我的研究都在继续。敌人的工具到了你的手里，或许就能成为和平的利器。记住太阳之井的耻辱。看到这里，所有的线索在哀家脑海中串成了一条完美的逻辑线。木生花、哀年服毒液、水银、龙血、陈年美酒，这不就是那个黑暗仪式全家桶吗？破案了！这位嘴碎的药剂师根本不是什么正经草药医生，而是一个在非法研究通灵术、背负着灭国之痛的辛多雷通灵师。玩家看着背包里的生化代购小礼盒，流下了卑微的泪水。在艾泽拉斯打工真的太难了。本想赚点辛苦钱，结果一不小心又成了非法生化武器创业公司的核心代购人。按照暴雪任务的传统大片套路，手握全套犯罪证据的玩家，此刻脑子里已经自动播放起经典的反派被捕 BGM。玩家顶着满腔的正义怒火，一路火花带闪电地冲向分行者之塔，一边高喊着为了奎尔萨拉斯的荣耀，一边连摸尸体拿装备的姿势都摆好了。在外玩家看来，这实锤是要手撕邪教头子，阻止大魔王复活的史诗级战役。然而，当玩家杀气腾腾地冲到法阵前，准备来一场正义清算时，画风当场突变。没有预想中红明大怪那句嚣张的"你太迟了"，正在布置现场的塔兰德拉陈琳一抬头，极其尴尬地举起双手："啊，你来了！天哪！在你表现得像个狂热的冒险者要替天行道之前，容我解释几句。"这一句狂热的冒险者直接把玩家给内涵麻了。塔兰德拉旁边还飘着一位双眼无神、面色惨白的女妖，也就是那位传说中病重的同事阿曼茜雅陈琳。这位女妖看着满头大汗、兵刃相向的玩家，飘过来对塔兰德拉叹了口气："这是谁？又是你的成果吗？"那无奈的语气像极了贤惠的老婆看见自家老公又从网上买回了什么奇葩的无用手办，眼看狂暴的血脉就要压不住了。塔兰德拉急忙摘下眼镜，开始光速坦白："对，我是通灵师，我摊牌了。对，我故意隐瞒购物清单，是为了增加你伸出援手的几率。毕竟谁会自愿帮通灵师去买能熏醒死人的违禁品啊？但天地良心，我绝无歹意。"原来阿曼茜雅生前曾是一位高贵的游侠，是奎尔萨拉斯的英雄，在天灾军团入侵时不幸变成了饱受痛苦折磨的女妖。而塔兰德拉搞这一套阴间滤镜拉满的仪式，根本不是为了召唤恶魔统治世界，单纯只是为了在阿曼茜雅生日这天，让她能短暂地重新获得生前作为活人的感官，哪怕只有几个小时。那一刻，玩家的宇宙观、价值观和手撕邪教头子的心理防线当场集体崩塌。我以为我在拯救世界，结果我只是来帮人筹备派对。那些让人汗毛倒竖的可怕生化材料，合着全是人家的烛光晚餐道具。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玩家当场立马转行，化身为现场氛围组加派，对工作人员跟着塔兰德拉的指挥开始干活。玩家卑微地走上前，把致命脓血小心翼翼地涂在木蜡之烛上，充当染色剂。接着用那瓶能把死人熏醒的剧毒水银，在地上老老实实地绘制精细的仪式法阵。伴随着通灵魔咒的闪烁，法术最终成功了。阿曼茜雅空灵地叹息道："我又一次完整了，哪怕只有片刻，我能感觉到海风的吹拂。"对于一个失去了一切感官，在阴影中游荡了无数个日夜的孤独灵魂来说，能再次感受到海风的温度，这一刻的浪漫简直超标。事后，塔兰德拉松了一口气，真诚地对玩家致谢。天灾军团让辛多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像阿曼茜雅这样的人，失去的远不止如此。为此，我愿意承受任何屈辱。不过，现在得请你暂时离开了，趁着法术还没失效，我们还要共饮一瓶稀罕的美酒。行了。逐客令下了，人家要拿着那瓶大灾变钱的魔导石珍藏去过二人世界了。
玩家擦了擦眼角感动出来的泪水，默默揣起那盏沉甸甸亮瞎眼的奖励。华丽的辛多雷灯台顶着阿曼茜雅的花的成就，站在风行者之塔冷冽的夜风中。玩家陷入了沉思。在艾泽拉斯，你永远不知道你累死累活收集来的生化毒药和致命龙血，最后是不是被用来充当别人的派对道具？让我们含泪回顾一下这份采购清单。木生花根本不是什么邪恶药引子，人家可能就是看这花长在坟头上自带冷冽的美感，摘几朵放在桌上当烘托气氛的插花。强效哀年服毒液，好吧，这玩意儿可能确实有点舒筋活血的药用价值，但更像是为了刺激幽灵那近乎麻木的神经而不得不加的烈性催化剂。水银虽然剧毒且能熏醒死人，但说白了就是通灵师拿来在地上画心形或者法阵的荧光彩色蜡笔。龙血极度易燃，极其稀有，结果呢？高贵的巨龙之血被这位大姐拿来当做给普通蜡烛染色的轻奢浪漫主义调色剂。魔导师珍藏，玩家一路上最担心以为是拿来喂给怨灵当兴奋剂的大灾变成年美酒，到头来真的是拿来喝的，就是纯字面意思的用来让二人对饮的酒。但不得不承认，这大概是整个魔兽世界里最温柔也最让人心甘情愿的一场诈骗了。这个任务线它完美地给所有魔兽老玩家来了一套反向心理推拿。在以往无数个经典任务里，暴雪编剧的套路大家用脚趾头都能背出来。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甚至有点可怜的 NPC 向你求助，你屁颠屁颠地去帮忙，却发现要收集的材料越来越阴间。在魔兽世界长达20多年的世界观里，通灵术几乎和天灾军团、巫妖王、泯灭人性直接挂钩。任何一个玩过通灵学院或斯坦索姆的玩家，看到水银、龙血、木生花这种配方，第一反应绝对是这人要搞邪教。于是你的冒险者雷达开始哔哔作响。最后果不其然，对方在仪式成功的瞬间震惊地背叛了你，狂笑着变成红名大怪。这时候玩家大喊一声，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人，一刀将其剁碎，满分收场。但这一次编剧在终点线前突然骚气地漂移，踩了个急刹车。暴雪想通过这个反转告诉玩家，力量本身是阴暗的，但使用力量的动机却可以是纯粹的。塔兰德拉是一个通灵师，他走私违禁品，偷刨坟头草，在银月城的法律边缘疯狂试探。他承认自己成了众人避之不及的对象，但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追求统治世界的力量，也不是为了向谁复仇，仅仅是为了让一个失去了一切感官的痛苦灵魂能重新感受到几个小时的海风。这种用最阴暗的法术做最温柔的事的强烈反差，打破了游戏里长期以来非黑即白的刻板印象。这条任务线也是一个隐喻，血精灵一族一直在用尽各种偏激、危险甚至不被理解的方式，比如吸取魔法、研究禁术，去缝补他们残破不堪的命运。所以以后在艾泽拉斯大陆上溜达，不要轻易用标签去定义一个人，即使在最黑暗、最绝望、充满了蝙蝠毒液与剧毒水银的阴影里，那些在灾难中失去了家园和一切的凡人，依然在用最微弱、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仅存的一点点爱与温柔。